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各位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花旗银行撰写的报告。最近那个碳酸锂的现货价格啊，直接跌破了每吨20万人民币，整个市场真的可以说是哀鸿遍野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要带您一起深挖的这份报告，却给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逆向预测。没错，其实他们预估在今年8到9月的传统旺季，价格不但不会继续跌，反而还会强势冲上25万人民币的新高。也就是说，目前的板块回调，其实正是难得的黄金买点啊！哇，冲上25万呢！这个逆势看多的观点，乍听之下真的很激进。难道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数据支撑吗？当然有，这里面有非常扎实的底层供需逻辑在支撑。您可以请看这份报告的第5页，里面就详细拆解了这个趋势。等一下，这就带出许多像您一样在市场中身经百战的听众心里最大的疑虑了。我们常说那个需求毁灭，就是说如果价格真的硬生生冲上20万甚至25万，下游厂商难道不会因为成本太高而直接不买单吗？这个直觉非常合理，但花旗在这份报告的下游排产点检中，点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。数据显示，在2025年下半年，整个产业其实就已经彻底走出了最惨烈的去库存谷底了。也就是说，最痛苦的阶段已经熬过去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展望2026年，新能源车的放量会非常明显，而且您要知道，储能系统的增长更是高达双位数哦。哇，双位数的成长，难怪下游会急着要货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下游对新产能跟原料采购其实是抱持非常积极的态度，加上为躲避欧美关税而提前拿货的效应，预计8到9月现货供需失衡的状态将会达到最紧绷的高峰。原来如此，那如果我们把现在这个情况比喻成一场原物料反弹的淘金热好了，在这波狂潮里面，产业链内部的利润版图究竟是怎么重组的？大家最好奇的还是谁能真正赚到钱嘛？这个比喻很好。这份报告首次公开了一个叫做价值链配置最优排序的逻辑。简单来说，排在第1名的，也就是最能淘到金的，是掌握稀缺资源的上游锂矿商。因为他们手上有矿，等于有绝对的定价权嘛。是的，那排在第2顺位的，则是具备技术门槛的正极材料跟电池制造商。至于最缺乏议价能力的负极材料，则是直接垫底。为什么负极材料会垫底呀？他们在电池里面明明也是不可或缺的啊。虽然不可或缺，但这份报告指出，他们这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实在太低了，导致大家都在削价竞争了。当上游碳酸锂涨价的时候，负极材料厂根本没办法把成本转嫁给下游。等于是两头烧，利润直接被双向挤压了。完全正确。所以依循这个价值链的逻辑，报告就明确点明了5大核心标的。首先是会迎来历史性利润爆发的赣锋锂业，还有毛利防御与转嫁能力极强的宁德时代。这2家都是指标性的龙头企业。对，其次还包括了正极龙头湖南裕能，以及透过差异化布局来突围的易卫锂能，还有中创新航。了解。不过既然上游矿商跟龙头电池厂有这么大的优势，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来看，现在美债殖利率这么高，资金成本也不便宜，您认为这对听众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有什么更深层的意义呢？其实这正是这份报告的一个核心洞察。随着全球储能装机量同比暴增40%，现在优质的锂资源已经不再只是一般的大宗商品了，它转化为决定能源转型速度的绿色战略资产了。绿色战略资产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有分量。没错，所以这不仅仅是短期的供需反弹，更是一种长期的战略重估。不过，我们在乐观之余，这份报告也有提出2大下行风险需要特别留意。有哪2大风险是听众需要警戒的？第一个风险是下半年欧美贸易关税壁垒如果持续升级，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这些企业出海的布局。第二个则是第3季度的极端气候，这可能会造成储能并网进度大延宕。也就是说，政策跟天气都是不可忽视的变数，所以未来的操作焦点真的要从紧盯短期的表面报价，转向去检视企业的实质利润率了，对吧？没错，就像这份报告提醒的，
您可以去密切追踪赣锋与宁德时代在财报中原材料自供比例，还有出海利润的边际变化，这才是验证获利能力的关键。了解，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络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